这个就是咱们重沙杂活土和其他土利用猪顶红做了一个生根的一个测试啊，明显的能看到啊，咱们这个泥炭为主的重沙杂活土发的根系啊，要比这个其他土发的根系要多。那么从土壤的干湿度上来说啊，一定是这个土啊它偏干。那么变相的证明这个土它的透气性要好啊，这个也说明了什么啊？你这土并不是说越透气啊它发根越好。那么根系生长它有很强的向水向肥性啊，根系真正需要的，那么第一个就是含盐量要低啊，也就是你土壤当中的易稀值要低。那么第二个啊，就是根系它有很强的一个向水和向肥性。从它这个根系生长的健康度啊，咱们能看出来啊，土壤过干的时候啊，它这个根毛都会坏死，然后你一看，旱了，咱们过度浇水以后啊，这个根毛旱死的很多地方啊，它都会变空啊，然后大水以后土不干，造成一个腐烂啊，这是咱们很多浇水的一个问题啊，这也是一个土壤容错率的一个问题啊，就咱们家庭养花好一些的土啊，它会提高你浇水的一个容错率。也就是什么叫容错率，就是你多浇点水它也行啊，你少浇点水它也能够保住，有很好的一个保湿性啊，不让那个土过干，这样它侧面的很多根毛啊它不会退化啊，它持续性的一个生长，去找水喝，去这个向有水的方向去生长，是吧？这就是向水性啊，也就是咱们总说的这个干长根的一个问题。那么这个就是咱们在配土上综合的去考虑到它的一个透水性以及保水性的一个综合啊，怎样提高咱们浇水的一个容错率啊，让植物更好活，包括里边去留一些大一些的颗粒啊，不让土壤过细啊，咱们浇水以后这个水分含量太高，空气含量太低，导致的植物积水烂根等等一系列的一个现象的一个发生啊，这个就是咱们配土啊，咱们重沙杂活土配置的一个本质啊，就是你们自己去配土的时候也是要注重这一点啊，你要考虑到首先这个土它有保水的，它有透气的啊，要降低你浇水的容错率。你浇水信心上来了啊，浇水难度直线下降以后啊，那么这棵植物首先它说怎么呢？它才好活啊，并不是说我这个浇水以后啊，水马上流走，那么过于透气的情况也是提高了你浇水的一个难度。是吧？你浇水以后啊，干的比较快，再浇水以后，植物会出现部分根系死亡，植物掉状态、掉叶、焦边啊，甚至后期严重干旱以后，这个植物烂根的一个产生。配土的啊，记住了啊，它配土先方便人去浇水啊，这个是核心意义。那么就像我这个苗床上一样啊，同样的苗，有的土干，有的土比较湿，我不可能说我每天我就看啊，哎呀，摸这个土干了啊，我给它浇水。是吧？这个土湿了，我不给它浇啊，我要浇就整个这么些苗一起给它浇完，从头到尾一起给它浇透。那么这样它就不是考验你的浇水时机的一个问题，其实更多考虑到的就是咱们土壤的一个容错率，就是这植物啊，这土还很湿的时候，咱们浇水，这植物能不能承受住？水能不能排出去啊？怎么样提高这个容错率啊？我认为这个是一个核心的一个问题，是能够提高咱们室内养花植物成活率的一个问题。那么首先我种植的时候，也是我教你们最多的就是什么？浅埋浅种，盆面的土往下拿，把根系啊露出盆面一部分，是吧？这样增加了什么？咱们浇水以后土湿植物根系呼吸的一个概率，水从下边流走啊，气压压缩空气能够进入到土壤一部分，不至于这个植物的根系在花盆中间或者是最底部啊长时间的缺氧的一个问题，这样就减少了什么？植物烂根的一个概率。那么第二个，咱们就从配土上去加一些颗粒啊，包括珍珠岩呐、火山石啊、树皮呀。还有什么这个青石啊等等一系列的啊，咱们自己认为好的，你可以往里去添加一些，作为拌土的机制，提高咱们土壤当中的一个透水性、排水性，不要用过细的泥土加瓷盆去种花，这样都是提高土的一个容错率。在咱们错误浇水的时候，植物它也能够承受。咱们是通过物理的手段降低浇水难度，最大程度的减少烂根的风险，然后咱们去判断植物缺水的表现啊，去看植物。告诉你一个规律啊，小叶片、硬叶片的缺水，它容易掉叶。大叶片、软叶片缺水的时候，它容易底部黄叶。然后咱们根据家里的环境啊，根据家里的光照，适当的缩短浇水周期，或者是拉长浇水周期，这样就活学活用的应用到你自己的身上，应用到你自己的花上。别忘了点赞关注啊！咱们的种沙杂活土啊，配方给大家公开一下，老款的10-30的品质泥炭土。
按照体积算，一般占到7.5份。咱们给它进行一个打散。那么咱们精筛的完全发酵的松林啊，也是树皮，型号6-9左右啊，我们叫做5号树皮。树皮按照体积算，占到0.5份左右。那么精筛的3-6或者是5-8的火山石，咱们按照体积算啊，占到1份左右。咱们出口级大颗粒的硬质珍珠岩，咱们按照体积算，占到1份左右。粉尘过大，戴好口罩，咱们开盖，铁锹翻飞，均匀搅拌。那么这个就是咱们搅拌以后的重沙沙火土。这个土对植物来说非常通用啊，它属于一个酸性土，你可以种月季茉莉、绣球，包括咱们特别喜欢的蓝莓。大家可以自己在家里配置啊，也可以买现成包装的。